我必须要提醒你，夏元这个人心思缜密且精明强硬，要是跟他谈判，你必须要打起12分的精神。放心吧，你已经想好怎么谈判了？见招拆招，拿着。哦，走了。外套。哇，这菊锦堂比想象中的大多了啊！你能小点声吗？别跟没见过世面一样。嚯，这啊，这东西挺多的啊，但就没看见他们自己品牌的成药。价格太便宜了吧？这怎么漫步对面田氏药号呢？老板，你能别胡说八道吗？我说的是事实啊！你现在在人家的地盘就不能这么说话。我们一会儿不是跟人谈判吗？这不先给他们下马威？可是你，啊，梅掌柜，楚小姐，梅掌柜，这位是文氏大药房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文之秋先生，这位是菊景堂的梅掌柜。你好。你好，带路，楼上请吧。嚯，这大人参在我们那就卖几百大洋吧？哈，这种人参在我们这儿最多算个3等品，也就值个1000把大洋吧。行。哎，你们这幅画我那也有，但比你们这新。我那会儿买3大洋，你们买多少？这幅老树寒鸦是南宋赵伯驹的真迹。谁？南宋赵伯驹的真迹啊。我们夏老板当时花多少钱买的我不知道啊，我只知道有个藏家出2万大洋，我们夏老板没卖。是我就买了。楚小姐，哎，请坐啊。好。2位请尝尝，英国红茶，这是英国公使送给唐次长，唐次长特地送给我们夏老板的。唐次长，是的，跟夏老板也有交情。他们是牌友。哦，嚯，不错。老板来了。那就这样，回去之后替我给李会长带好。好，告辞，告辞。慢走。二位请。哟，韶华来了。夏老板，没等太久。文之秋，啊，坐坐。一会儿我还有事儿，咱们就长话短说。昨天韶华来找我，说好像你那儿有一个什么药要在我这里卖。青神丸，啊，青参丸，可以，没问题，但是如果说要在我们菊景堂卖的话，就不能再冠文氏的名字了。夏老板，没问题啊。哎，我们之前不是这样说的。哎，我是老板，你是老板，啊，可以。还有，为了保证质量，那你们这个青参丸的所有原材料要用我们首原药庄的生药。但是可以，您说了算。不能这样。夏老板的药你还信不过啊？是吧？啊，爽快。还有一个条件，说吧。1年之后，这个青参丸要占到精神醒脑类成药市场的30%份额。如果说做不到的话，这个青参丸的配方就要归我。这没法谈了吧？啊，这真不行啊！这没法聊了。这夏老板，啊，好，不是市场的30%，那不要我跟对面他们那什么西洋补脑丸对着干吗？对呀，
你看我们文氏啊，我们就小虾米，田大少一口就把我们给吞了。如果你不答应这个条件的话，啊，那是真的没法谈了。不是，车备好没有？哎，对，是，夏老板啊，走，要不这样，你听听啊，这原材料呢，不都从你们这儿进吗？你呢，按市场价降30%给我，那这样我就能降价，打不赢他，我也能让他难过。不是，夏老板，你这墙上挂的画啊，都几万大洋，在乎这一点点折扣吗？好，你再给我让一成，2成。行吧，那就这样吧。哎，夏老板，这样，你再给我10万大洋。我给你10万大洋，这10万大洋我不白收，我给你文氏大药房1成的股份。您那文氏药房值得了100万大洋？哎，我都占市场的3成了，不值吗？再说，有了这10万大洋，我不只让他难受，还让他痛苦。好，10万大洋，2成股份。好，那我跟你说啊，这庆神丸得冠文氏的名。哎，你不是说让菊景堂冠名吗？刚刚夏老板还不是文氏大药房的股东啊，现在夏老板是文氏大药房的股东了，我不帮他把这牌给要回来啊，是吧？哎呀，文老板这么说，还真没什么错。是啊，好，那就继续管文氏的名，但我有一个条件，还有，哎，如果1年之内达不到市场份额的3成，你要原价回购你这2成股份。真会算啊！你也真会借力啊！夏老板，文老板，谢谢。谢谢。今晚得庆祝一下，早间西餐厅吃顿贵的，开瓶酒。我觉得一点都没有可庆祝的地方。啊，我们刚签了一单大单哎。你真的感觉不到自己亏了吗？夏老板是想利用我们去对打田大少，如果是赢了的话，那田大少就受重创，夏元可以趁势取而代之。但是如果输了，我们还得回购股份，他分文不亏，全身而退。此外，不管是输赢，我们都要从他那里买原材料，而且他要从我们的收益里面去分2成的利润，他简直是占尽了我们的便宜。哎，我说你这脑子这，哎，谈谈今天的感受吧。楚小姐的确很精明，可她那个老板太草包了吧？那最终的结果呢？我们拿到了我们所有想要的东西，最终回购股份又让我们立于不败之地。田老板，是不是田老板？对对对。田老板，你对打赢这场官司有信心吗？田老板，听说您放言，不好意思啊，各位记者朋友，田老板说田总现在不接受任何采访，大家这边请。来，好，这些人都是你找来的？应该是。太少了，多找些人来，不要怕花钱，把事情搞大一点。田老板，到处都没有找到克劳迪教授，去哪儿找的？酒店都找遍了，就是没有人。
接着找门后头、床底下、什么桌子下面、粪坑里去找去。好的。大哥，这马上就开庭了，可劳迪教授还不到场，这官司怎么打？授权书在吗？律师在吗？这官司不照打吗？田老板，哎，哎，这文之秋怎么没来啊？他今儿另外有事儿来不了了。哦，我要是他，我也不来，丢人。田老板，庭审结束了才知道谁最丢人吧？是，庭审结束之时，就是你们破产之日啊！大白天的，怎么说上梦话了呢？死鸭子！少华姐，我的记者朋友们都到了，您是想现在采访，还是等庭审结束之后？等庭审结束吧。主审官大人，克劳迪教授虽然不能亲自来到法庭，但是他委托我将如下证据呈交给法庭。这是克劳迪教授把自己发明的补脑元素转让给田氏药号的转让合同。克劳迪教授允许田氏药号使用其肖像权的授权书，还有，这是克劳迪教授亲笔书写的抗议信，强烈要求严惩文氏大药房的侵权行为。被告方，对原告方提供的这些资料，你们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有。法官大人，我方对于原告方提出的这些书面证据，原则上没有质疑，但是我们对于原告方提出所有证据背后的前提，有重大的质疑。你说吧。主审官大人，克劳迪教授真的是克劳迪教授吗？你这是什么问题？法官大人，主审官大人，我换一个问题，这个克劳迪教授真的叫克劳迪吗？他真的是个美国教授吗？他真的发明了什么所谓的补脑元素吗？肃静，肃静！被告方，你刚才的质疑有证据吗？主审官大人，有，我方申请传唤证人黄德明出庭作证。反对。主审官大人，证人黄德明的证言与证明克劳迪教授身份的真伪有重大关系。传证人黄德明出庭。黄先生，黄先生，请您向法庭介绍一下自己。主审官大人，我叫黄德明，最近1年我是克劳迪教授的助理。主审官大人，黄先生已经作为克劳迪教授的助理达1年之久，想必您对于这位克劳迪教授已经非常了解了。可以这么说吧，这个世界上除了克劳迪教授本人之外，可能我是最了解他的了。那么接下来就请您如实的向法庭介绍一下，这位克劳迪教授他的真实姓名和真实身份。主审官大人，克劳迪教授的真实姓名叫做克劳迪斯·彼特，他是美国费城药学院的教授，也是美国制药协会的名誉会长。不是，黄先生，我是说，请您如实的向法庭介绍一下克劳迪教授的真实姓名和真实身份。这么早就到了？你等我啊，我换个衣服就下来。他是谁啊？男人。你不是说你要换条阳关道吗？他叫穆子如，是青帮的4号人物，有钱有势，虽然出身穷苦点吧，但是没父没母。对比田二少，他可不就是我的阳关大道吗？二妞，你还是要靠男人吗？除了靠男人，我还能靠谁呢？女人不靠男人也可以有出路啊。我还能有什么出路啊？这也许就是我最好的出路了。
但他是青帮的，我怕他伤害你。你放心吧，在这条路上，有没有男人，我都是我，只要无情无爱，没有人真的能伤到我。我走了，你小心啊。久等了。怎么会呢？请上车。你就为了那么个白贱人，你至于的吗？你把我们田家的脸都丢尽了。哎呦，怎么变成这样了？你来的正好，你给我骂他，给我骂醒他啊！不是童心，你们俩不是很浪漫吗？怎么说分手就分手了？我哪知道啊？人家从头到尾就在玩他，玩我们田家啊！敢跟田氏要号作对，他什么后台啊？管他什么后台呢？敢跟我们作对，我就掐死他！别哥，不是你有点骨气行不行啊？那我不喜欢他吗？哎，童心，也不必非要这样嘛。白小姐是很漂亮，可是天下美女不止她一个，也有跟她长得一模一样的，是吧？你何必抱着白冰心不放呢？是吧？我不，我就要她，就要。你看，不是你怎么不去死呢？你我本来就是要去死啊！不是你给我救回来的吗？好，你们俩别再吵了，好不好啊？哎呀，哎，老周啊，你刚才说什么？说有个人跟那个白贱人长得一模一样啊？对，我之前在北京认识一妓女，哎，那身段啊，眉眼啊，跟白冰心不差分毫。妓女？哦，这事儿可千万不能让我家母老虎知道啊！你说的真的是长得一模一样？哈，反正我是分不出来。那不可能，我不信，冰心就是独一无二的。你不是我弟弟，你是我祖宗。慢走啊，哥。老周啊，啊，你刚才说的那个妓女，哦，现在人在哪儿啊？你打听她干嘛呀？我想把她找出来，我恶心恶心那个白贱人，这不也能消消气吗？啊？哎，这还是算了吧。为什么呀？我真不敢跟那种女人再连上关系。什么事儿都没有，你只需要告诉我她叫什么名字，现在人在哪儿，其他事情我来办，不会连累你的。哎，你上次不是看上了一对粉彩吗？陆宁乡林芳楼。这是什么？你不是要主持婚礼吗？你那黑眼圈，哎，你的脸保养一下吧。哇，文老板，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慷慨了？看上你吧。得了吧。我就是要你心甘情愿的替我卖命。只要你薪水啊和股份给的够，我肯定心甘情愿卖命。一盒燕窝能搞定的事，其他不都省了吗？啊，你原来打的是这个算盘。嗯，厉害吧？燕窝呢，我也要，薪水和股份，我也不会手软。你算盘打的也挺好的，厉害吧？韶华，你看你一个人带着孩子，还得忙活这么大一个药铺，是够辛苦的。您慢走啊。小王，哎嫂子呢？您慢走。大少奶奶娘家人来了，在后院聊天呢。哎呀，妹啊，你看你都憔悴了，真的。你看这小手，这都瘦了。辛苦是辛苦，但是我乐意。
哎呀，那不行啊！那我们看在眼里，这心里难受啊。特别是你啊，少华，我想着呢，你看你哥啊，他在家里边闲着也是闲着，要不让他上这儿来给你帮帮忙，啊？哎，对呀，娘这主意好。一来呢，你身边多了一个知冷知热的亲人；二来呢，药铺嘛，本来就是你大哥的老本行，他来了，你的生意啊，只有更好，没有更差。那大哥来了，能做什么呢？哎呦，那他能做的可多啦！我跟你说啊，抛头露面的事儿你都可以交给他，管人、管账、管事儿他都行。少华一句话，你哥来了，你啥事儿都不用管，你回家去啊，带轩轩享清福，多好！你的意思是，把华顺药铺交给我大哥打理？对呀，让你大哥做牛做马，你在家享清福，那个当甩手掌柜。我大哥也是这意思。他没直说，但是夫妻嘛，他心里想啥，我知道的。那我看你们还是死了这条心吧。哎呀，那你说嘛，要怎么样才好？这华顺药铺，请问你们出过1分1毫的本金吗？好，就算家里没有钱，那出力总是可以的吧？请问你们出过1分的力吗？不出钱不出力也就算了，连句话都没有。现在我把这华顺药铺开起来了，生意走上正轨，你们来打我主意来了，当我傻呀？妹，你这话说的，那不是之前不知道吗？这不刚知道了，就想让你大哥来帮帮你吗？不用你们帮，我自己的生意我自己心里有数。你们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，就先回吧。别，妹，我话没说完呢。如果说你要想自己打理这个华顺药铺，那还是可以商量的。我自己的事儿，我凭什么跟你们商量啊？哎，少华，我跟你说啊，一个好汉3个帮，对不对？你说你再能干，你能把所有的活都干完了吗？不能吧，你还是得请人，是不是？与其让外人挣那份钱，不如让你哥挣。再说了，那外人始终能跟你一条心吗？人心隔肚皮，少忠可不一样啊，他是你亲哥，是有血缘关系的亲人。韶华，娘就跟你这么说吧，自从咱们家那池春堂卖了以后，你大哥他还没有找着合适的事儿做，现在就是整天在家里边混吃混睡的。你说要这么下去，他这个人就废了，你就帮帮他，行吗？啊，少华，其实吧，我刚才说给你帮忙，哎呀，那是不好意思。我们今天主要来的目的是想求你帮帮你大哥，啊，成吗？你们让我再想想。喝茶啊！我不喝，喝水我现在都塞牙。哼！哎，姐，听说老大家的在镇上开了个药铺，生意还挺好的哈。是，赚了不少钱吧？我不知道。你怎么能不知道呢？老大家那性子，哎呀，我根本管不了他。他性子再大，你是他娘，你是轩轩的奶奶，你是这一家之主。是啊，我知道我是一家之主，可是生意上的事儿我不懂。你管钱你会吧？娘，你来了，吃饭了吗？吃过了，我刚跟你娘吃过了。稳着点儿。药铺那生意今天怎么样？人还挺多的，
今天嫂子她娘还有她娘家嫂子都来了。他不是说跟他娘家人断绝关系吗？没有啊，我看见他们手拉着手说话呢。这是又好上了？不知道。娘，我先去忙了。姐，我觉着呀，你还是要把这钱看紧了，别让别人都搬回娘家去了。那药铺上的生意都是他管着，他要真把那钱都搬他娘家去，我也没办法。我告诉你，你要真想管这个钱，肯定有办法。哎，夏来，回来了。哎呦，老二家的，把那个馒头还有那汤热一下，一会儿赶紧给你嫂子端过来。哎，马上。哎呦，让你娘歇会儿。没事。哎，你别烫手，别烫着啊。大家的擦擦。哎呦，擦，谢谢娘。老大家的啊，你瞧你这身衣服，你还是过门的时候那会儿做的吧？旧的都不成样子了。我跟裁缝说了，明天让他给你做2身新的。不用娘，我这个还能穿呢。你现在是在外面做事情的人，你穿的体面，我们陈家就脸上有面子，顺手再给萱萱做2套新的。是要过年了吗？你就知道过年。哎，萱萱，你不是说有话要跟娘说呢吗？娘，你不要太辛苦，每天早点回家，多陪陪萱萱。哦，可是娘必须要等到药铺关门了才能回家呀。那你可以多请几个人呀。我觉得送表叔就挺好的。娘，您教的吧？宋二姨今天来了，她那个意思啊，想让你啊给宋表弟啊在药铺里啊找个事儿做。娘，二顺，娘，我回来了。不好意思，我们打烊了。老板，大哥，可算回来了，可算回来了，整整6年了，可算回来了。2间药铺啊，都没了，都没了！你都干什么了你啊？干什么了？娘，我也不想这样，遇到骗子了。骗子！你不是说你没问题吗？啊？你不是说你爹留下的产业，你大哥留下的产业，你守得住吗？啊？你这是怎么就遇上骗子了？你怎么就遇上？你气死我！你！奶奶别生气。本来好好的，都怪那些骗子，真是丧尽了天良啊！骗子呀，怎么就让你给遇上了呢？娘，二叔做错事了吗？萱，你记住了啊，长大以后可千万不能像他。记住了。萱，来过来，娘跟你说一件娘今天特别丢人的事儿。来，坐。我跟你说啊，哎呦，
娘，你打我吧，你打我，你打死我！我打娘，你打我，你打我，打我，打醒我，打死我，打我吧，娘！这以后这日子可怎么过呀？63、69、54。看来大哥的生意版图比从前又扩张了不少。你要是再增长会更快。大哥手下强将如林，哪里差我这一个无名小卒啊？说这干嘛？哎，说正经的，这次回来有什么打算？跟我一起去上海吧，正好，你在那儿待了这么多年，人脉肯定很广，你还是留学生啊，上阵亲兄弟呀，你肯定能助我一臂之力。我马上要去法兰西了。这次到北京，一是为了办理留学事宜，二来想在走之前见见娘，见见大哥，给你们告个别。法兰西，去那儿干嘛？寻找救国救民的良方。你还没干够这个行当。那不是行当，那是我的事业。你的事业应该在这儿。只要国势危亡，政治黑暗，百业凋敝、民不聊生的现状没有改变，我就不会放弃。这么多年，你付出了这么多，家家回不去，亲人见不到，你九死一生啊！啊，你为了什么？国家依然这么弱，社会依然这么乱，你做这些还有什么意义？这次不一样了。有什么不一样？我最尊敬的几位朋友，在法兰西成立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游支部，我要去加入他们。我相信，这一次我们找到了真正的救国良方。路到底还是不肯回家是吧？家里有你，已经足够。等国家富强，百姓安康，我就回家，专心辅佐大哥，伺候娘亲。说说吧，去法兰西需要多少钱？谢谢大哥，我自己还有一点积蓄，而且我们这次留学的宗旨是勤于工作，俭以求学，以尽劳动者之志士，所以不需要钱了。大哥的话不听，大哥的钱也不用了。大哥，你为我做的已经太多太多了。你说这些干嘛？真拿你没办法。走吧，赶紧跟我回家。娘6年没见你了。老爷，大顺儿，娘想你们了。那不争气的二儿子，把药铺都给弄没了。你说我这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？老爷，娘。
早点睡吧。哪儿睡得着啊？这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？今儿怎么过，这以后也怎么过呗。话是这么说呀，这北京的药铺都没了，那华顺药铺不还在吗？您就别担心了。这以后呀，只要有我和轩轩的，就少不了您的。老大家的以后那可就真是要靠着你了。快起来吧，啊！老大家的，有个事儿啊，还得跟你说。您说吧。这二顺回来了，这不能老这么在家待着呀，总得做事儿干活啊。